各位朋友，生存和毁灭，这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。从生物学的本能来说，趋利避害，傻子都知道选哪一个。美国的军事专家就曾经写过这样的推演，焦点呢落在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关系上。罗伯特·法利是美军的海军战略研究学者，早在2019年9月就写过相关的文章，他把目光投向可能发生的冲突场景。文章直言，中国大陆推动统一台湾地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，美国如果选择插手，就得面对一个现实的难题。他基于多年的观察指出，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面临新压力，台湾地区内部联系与大陆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，这让外部干预的理由站不住脚。美国的决策圈到底怎么算这笔账的呢？他特别强调航母在冲突中的敏感地位，航母一直是美国海军对外展示实力的标志，一旦在台海周边的行动中受损，后果会超出想象。他提到航母上搭载了大量的官兵，打击发生时撤离过程复杂，海面环境也限制了救援。如果美国公众看到了中国把美国的航母给击沉了的话，巨大的损失，舆论压力会迅速推高，美国政府很难保持克制。他举例说，这种事件可能让有限的对抗变成全面的较量，因为国家的颜面和人员的安全都牵扯在内。时间如果是到时间推演到目前2026年，类似的讨论呢是持续的更新，说明呢就是局势呢根本就没有放松。那么冲突的升级呢，在他看来应该是这样的：台湾地区如果出现了战争危机，美国舰队介入时，中国大陆的反制措施就会启动。他分析，美国的基地或舰艇遭受攻击以后，反击的目标可能转向大陆的沿海设施，双方距离遥远，常规的手段呢难以直接触及到对方的腹地，这就让远程的选项进入视野。和国家之间动用弹道导弹，侦测到发射信号时，各方第一反应往往是全面防御。他提醒，这种连锁反应让控制规模变得几乎不可能了。本土的安全考量在美国的决策中占了上风。他指出，大国本土遭遇袭击的历史教训深刻，911事件后报复行动就成了必然选择。台海冲突扩大到本土层面，美国的城市和基础设施会感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了。中国大陆的导弹能力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已经覆盖了关键的区域。美国如果先动手，大陆的回应也会对等。他说，美国本土比亚太的支点更重要，为了外部事务牺牲国内的稳定，这种交易在美国国内难以获得支持。核门槛在他的分析中是最大的风险点，弹道导弹攻击航母或者基地的时候，无法立刻确认弹头的类型，这让拥核国家陷入两难。他描述，一旦导弹的互相攻击开始，局势就会脱离掌控。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依赖外部援助，但实际战场上美国介入的规模有限。他暗示，如果冲突走向不利于维持的现状，那么美国的决策者需要深呼吸，算清楚愿意付出多少。核战争的后果全球皆知，美国本土免于战火成了优先项。统一的进程在专家的眼中显得难以阻挡。中国大陆的政策一贯注重和平解决，但军事准备始终服务于国家的完整目标。这位专家观察到，美国过去在小规模冲突里的模式这里行不通了。台湾地区的外事部门对外的联络虽活跃，但改变不了两岸经济文化的融合趋势。大陆市场对于台湾地区企业的吸引力持续增强，外部力量想逆转这一潮流，代价越来越大。
他反复提到，第一次较量结束以后，类似的局面可能再次出现。美国介入后的代价让决策层犹豫了。航母的损失会带来大量的人员伤亡，远超以往局部战争的水平。民意汹涌之下，政府只能扩大作战范围，否则国内的压力吞噬一切。台湾地区的防务虽准备有进步，但面对区域拒止体系，美国舰队的优势受限。专家建议，美国如果不想滑向核对抗，就得重新审视长期的策略，接受现实。虽然影响形象，却能保住经济和军事的实力核心。如果避免世界大战爆发，美国抽身事外成为选项之一。专家指出，中国大陆统一的决心坚定，10年后类似的挑战可能重现。美国保留本土安全，维持全球影响力，这笔账算下来更划算。台湾地区的问题最终靠两岸的协商解决，外部军事的介入只会延长不确定性。文章呢以此收尾，提醒美国政府权衡长远的得失。他提到，航母的部署呢，需要考虑对手的反制能力。过去无敌的形象正在变化，台湾地区的经济依赖大陆的供应链，这让统一进程有坚实的基础。外部势力想要维持现状，投入越来越大。他直言，美国本土的防护优先于亚太支点，这种优先级在美国国内的共识越来越强。冲突模拟显示，升级路径短，决策窗口窄。他的文章的影响力呢，超出了美国的军事圈，国际观察者们热力讨论。有人认为呢，美国应该及时早调整对台的政策。台湾地区的防务部门采购的外部的装备虽多，但实战的效能受地理的限制。两岸融合的项目稳步推进，文化交流加深理解。专家强调，美国如果硬杠到底的话，损失会超出预期。核阴影之下，理性的选择就是顺应趋势。台海稳定关系到全球的供应链。专家指出呢，战争中断，贸易后呢重建的代价巨大。中国大陆造船和航空工业恢复快，美国却面临多线压力。台湾地区的企业已经深度的嵌入了大陆的市场，统一以后呢，经济活力会释放。他的分析显示，美国接受现实，能够专注国内事务，避免不必要的消耗。两岸对话的空间还在，外部介入呢只会缩小它。专家呢最后把球踢给了美国的决策层。美国政府呢清楚，统一呢是不可逆转的，核战争呢更是不可取的。两者之间，接受中国大陆主导的统一进程成了务实的路径。台湾地区民众的生活不受外部的干扰，和平发展才是正道。美国专家的观点虽尖锐，却是基于事实的逻辑，就是美国要么死，要么放手，傻子都知道如何选择，对吗？点个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聊。